你听说过鬼城吗？你见过到处高楼林立却空无一人的城镇吗？你知道吗？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地方，房子、道路、生活设施齐全，但却唯独没有人类的身影。这些地方甚至在一些地图或者行车路线图中直接被抹去。如果不刻意去寻找，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地方存在。其实这些地方就是被人类废弃的城镇。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都将这种废弃的城镇称之为鬼城。这些城镇出于各种特殊的原因，导致当地的人们不得不撤离这里。渐渐的，这种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杂草丛生，一到了晚上，看上去就阴森恐怖的鬼城。那么这些城镇究竟是为什么被人类废弃的？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9座被人类废弃的城镇，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恐怖的鬼城。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9个，森特勒利亚镇。这个小镇位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始建于1866年。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小镇。之所以说这里富裕，是因为人们在这座小镇的下方发现了无烟煤，也就是说这里曾经是一个煤矿小镇，巅峰时期的人口达到了上千人。人口虽然不算太多，但就在这么一个小镇里，曾经仍建有7座教堂、5家酒店、2家剧院以及1家银行和邮局。小镇的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在当时已经算得上很齐全了。那么这么一个富得流油的地方，如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荒废的鬼城呢？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地下的煤矿。1962年5月27日，小镇的工作人员在燃烧清理垃圾的时候，不小心引燃了地下的煤矿。虽然当晚就用水浇灭了可见的火焰，但是当时火势已经蔓延至地下的矿脉，已经在地下燃烧起来，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可控范围，只能任其燃烧。从此，小镇的温度迅速飙升，地下煤矿燃烧所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从地下喷涌而出，大量植物的根茎被烤焦，散发出各种难闻有毒的气体。在大火的中心，温度甚至都超过了500多度，最终导致当地的居民不得不撤离这座富裕的小镇。至今为止，这座小镇的地下火仍在持续燃烧。据人们估计，以目前的速度，它可能还会持续燃烧250多年。这里看上去是一座小镇，但却是一个人类无法生存的区域。好，第8个，博地镇。这里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一眼看上去，这里就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废弃城镇。但在19世纪后期，这里曾经是当地最著名的新兴小镇，因为有人在这座小镇发现了金子，也就是金矿。博地镇发现金子的消息很快便被散布出去，之后便开始有很多淘金者不断涌入到这里，在此定居淘金。在当时，这里也成就了很多人。在1880年左右，博地镇的人口数量就达到了13000人。当时这里建有银行、铁路和各种供人们娱乐的店铺，应有尽有。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几年之后，这里的金矿就被淘金客们开采的所剩无几。随着金子的减少，淘金客的离去，这座小镇便开始走向衰落。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小镇上的居民便开始陆续搬走，到最后空无一人。好，第7个，阿格达姆区。这里位于阿塞拜疆的西南部，整片区域的面积为1150平方公里。在1993年的时候，有多达16万人生活在这片区域。当地曾建有机场以及各种生活设施，曾经是一片繁华的社区。但从1993年以后，这里便逐渐变成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导致这里变成鬼城的主要原因就是战争。由于战争原因，使得这里的大量建筑被摧毁。除此之外，至今为止在这里仍然有很多地雷区，曾经埋在地下的地雷，至今仍没有排除干净，所以才导致这里变成了一个无人敢轻易踏入的境地。好，第6个，卡曼斯科。这个地方位于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境内，靠近大西洋，现在已经被沙漠吞噬。这里40%的建筑物都被沙子所覆盖，现在看上去虽然一片荒芜，但这里却是非洲第一座开设有轨电车的城市，包括南半球的第一座 X 光机也在此运营。曾经的繁华可想而知。在1908年，德国人在这里发现了钻石矿，后来意识到这里盛产钻石后，德国的矿工便开始在此定居采矿。由于当时在这里挖矿的人多数都是德国人，因此在这里的德国居民便开始按照德国的建筑风格建造了这么一个村庄。曾经建设的设施机构包括医院、舞厅、发电站、学校、体育馆以及剧院等等设施，当然包括上面提到的非洲第一辆有轨电车以及南半球第一台 X 光机。在当时，这个小村庄可谓是相当繁华了。但是好景不长，过了约有20年左右，这个小镇便开始走向衰落。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的钻石矿渐渐的开始枯竭，直到1928年，人们又在奥兰治河附近的科尔曼斯科以南270公里的海滩梯田上再次发现了更丰富的钻石矿，因此导致原本在这座小岛上的采矿人加速迁移到更丰富的矿区，最终导致这座小镇被人们废弃，变成了这般模样。好，第5个，克拉科。
克拉科位于意大利南部，出于防御的原因，该镇建立在一个非常陡峭的山顶上，坐落在一个400多米高的悬崖上，一眼看上去十分引人注目。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座老城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1000年前，它见证了君主、军队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许多冲突。这里曾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中心。早在1276年的时候，这里就建立了一所大学，人口从刚开始的几百人一直上升到1万多人。后来随着当地内乱的结束，这里面临的最大困难变成了环境和地质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农业条件差，到了1922年，有超过上千名生活在这里的人迁移到北美。到了1963年，由于人们在当地修筑下水道和供水系统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引发了一系列的山体滑坡，最终导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全，被迫只能搬迁离开克拉科，另外寻找适宜居住的地方。渐渐的，这里就从曾经非常重要的核心城镇沦落为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废弃之地。但尽管被遗弃，这里仍然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好，第4个，瓦罗莎。这里位于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曾经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旅游胜地。城市内部有很多豪华的酒店，以及一些酒吧、餐馆、夜店等等一些休闲娱乐设施。直到1974年，土耳其对这里发起了攻击，分裂了这个岛屿，导致当地的居民纷纷逃走。土耳其军队在占领瓦罗莎之后，在这片区域之外都围上了铁丝网，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除了土耳其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其他人则禁止入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现代观光城市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毫无生气的鬼城。城里的一些建筑正在慢慢的倒塌，金属被腐蚀，窗户破碎，植物也在墙壁和人行道上蔓延。没有了人类的活动，这片海滩现在也已经成为海龟的栖息地。好，第3个，端岛。这里是位于日本长崎县附近的一个废弃小岛，整座岛屿的面积仅为 0.063平方千米。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曾经有多达5000多人居住在这座小岛上。1810年，日本人在这座岛上发现了丰富的煤矿资源，但由于岛上的自然条件恶劣，开采煤矿的难度较大，导致采煤业停滞不前。后来直到1916年，日本人开始对该岛进行修整改造，并且在岛上修建了一些混凝土建筑，以此来抵抗海上飓风的侵害，以便可以更顺利地对岛上的资源进行开采。随着采矿业的发展，他们紧接着又在岛上建造了公寓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市政厅以及一些娱乐项目，把这个不毛之地改造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小城镇。后来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39年，日本人开始大量使用朝鲜劳动者在端岛采矿，劳动量最大的矿工几乎都从之前的日本人换成了朝鲜人。这些劳工在这座小岛上受尽了折磨，直到日本战败，被抓去的劳工才得以解脱。期间有多达700多名劳工在这座小岛上被折磨致死。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石油替代煤成为主要能源，日本当地的煤矿相继关闭，端岛也不例外。到了1974年，这座岛被正式关闭，曾经生活在岛上的日本人也全部撤离，端岛从此被禁止进入。禁止进入的原因可想而知。在对该岛封禁了35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这里才被重新开放。然而开放之后的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处破败不堪的不毛之地。好，第2个，格拉纳河畔奥拉杜尔。这里是位于法国利穆赞大区的一个村庄，这里原本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地方，生活着大约600多名村民。但就在1944年的6月10号，整个村庄的村民遭到了当时德国的一支武装亲卫队的屠杀。在当日，尼克曼的部队封锁了整个村庄，并下令全村所有的居民集中到村庄的广场，表面上是检查证件，但实际上是屠杀。当时一些妇女和儿童被关押在教堂，男人们则被带到6个仓库的棚舍中，然后士兵再利用机关枪对他们的腿部进行扫射。之所以对腿部进行扫射，是因为这样可以使被击倒的人不会立刻死去。当这里的居民失去移动能力的时候，士兵在点燃他们的身体，使其活活烧死，非常残忍。最后烧毁了仓库，只有5个男人逃脱，其余190人全部遇难。紧接着，妇女和儿童也被士兵利用各种方式屠杀致死。整个村庄600多人，最终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据统计，共有642名居民死于野蛮的杀戮。战后，当地人决定永远不要重建这个村庄，就让它保留在这里，作为对死者的纪念。因此，这里至今为止仍被保留在这里，到处残破不堪，荒无人烟。好，第1个，普里皮亚季。普里皮亚季位于乌克兰基辅州靠近白俄罗斯边界的地方。这座城镇创建于1970年，最初新建这个城镇的目的，主要就是为附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提供住所的。建成之后，该城镇的人口每年都会增加约1500人。在这座小城的内部设有一家大型医院、10几所小学、25家商店，还有公园、电影院、工厂以及游乐园等等其他繁荣社区的标志应有尽有。
这里曾经是前苏联最美丽、最奢华的城市之一，便利的生活设施吸引来了很多人定居在此地。到了1986年，也就是从该城镇建成16年之后，这里的人口从刚开始的几千人上升到约5万多人。但是好景不长，就在1986年的4月26日凌晨，在这座小城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4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连续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在短时间内向外散发出大量的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中。这次核电站泄漏事故所释放出的核辐射线剂量是2战时期美国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然而就在此时，这座小镇中的5万多名居民绝大部分都还在睡梦之中，结果可想而知。小镇中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的影响丧命或者染上重病。在事故发生30个小时之后，城内的所有人被迅速疏散撤离。短短不到2天的时间里，这里就从一个繁华的小镇变成了一座空城。从1980年事发至2020年期间的30多年里，这里经常空无一人。直到2020年的2月4号，这座小城的前居民才第一次回到这里。然而这里早已被动植物占领。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灾难带给人类的伤害对野生动物来说反而是好的。在1986年的时候，这个城镇的野生动物几乎很少，但自从人类离开这里之后，野生动物便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小镇。尽管这里的辐射很高，但经过观察，这些动物们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突变迹象，像一些狼和猞猁以及野猪都陆陆续续的在这里出现。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一辈子都不用喝水的动物吗？你知道撒哈拉沙漠里的蝰蛇有多可怕吗？我们都知道，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大陆的北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整个撒哈拉沙漠的面积达到了900万平方公里以上，它横跨非洲大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环境相当恶劣。这里白天的温度最高可达50多度，地面沙子的温度更是高达70到80度。更致命的是，一到了晚上，这里的温度便会下降30到40多度，昼夜温差非常大，一般人是根本承受不住这种温差转变的。干燥、炎热、缺水，这几点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然而即便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动物可以在这里生存。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10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的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生存高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耳廓狐，这是一种生活在北非沙漠的狐狸，它是所有狐狸种类中体型最小的。耳廓狐的体长通常都在30到40厘米，肩高可达20厘米。这个家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顶上那2只长长的耳朵，但是它的耳朵长度就可以达到15厘米，整体看上去相当可爱。耳廓狐生活在非洲北部的西亚沙漠地带，它的皮毛和身上的各种器官都适应了高温缺水的沙漠环境，在它们的身上有着厚厚的沙色皮毛，这种颜色可以帮助它们反射阳光，到了夜晚也可以隔离沙漠的寒冷。它们通常都在夜间活动觅食，因为白天的撒哈拉沙漠炙热难耐，会加快蒸发掉它们体内的水分。在白天，它们通常都钻进自己挖的洞穴中躲避烈日，到了晚上才会出动寻找食物。虽然在它们的活动范围内，大多数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但它们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去充饥。耳廓狐长有小型的裂齿，通过刨地获取食物。在沙漠中，只要能吃的东西，它们几乎什么都吃，像一些鸟类、蜥蜴和一些昆虫都是耳廓狐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植物的根茎，因为在这种缺水的环境下，它们只能通过植物的根茎去获取水分。也就是说，这个小家伙即便在缺水的环境中，只要有植物，即便没有水源，它们也能生存下去，非常强悍。好，第9个，路灯羚。路灯羚也叫多加斯灯羚，这是一种体型较小的灯羚。路灯羚的肩高可达65厘米，头体长度可达1米以上，它是所有灯羚中体型第2小的灯羚物种。这个家伙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们可以一生都不用喝水，也可以生存下去。它们能够高度适应沙漠的环境。之所以不用喝水，是因为它们可以从饮食中的植物中获取所需要的所有水分。当然，当它们遇到水源的时候，也会喝水。但在撒哈拉沙漠有水源的地方寥寥无几，有些路灯羚一生中可能都没有喝过1次水，但它们仍可以存活。它与大多数的沙漠动物一样，活动觅食的时间通常都会避开白天的烈日。路灯羚一般都在黎明、黄昏以及晚上活动觅食。在人类活动较多的区域，它们会选择在夜间活动，主要就是为了躲避被人类猎杀的风险。还有就是别看它们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这种极度炎热的地区，在奔跑的时候，这个家伙仍可以以每小时80公里到96公里的速度前进。一般的野生动物是根本追不上这种路灯羚的。
好，第8个，北非鸵鸟。北非鸵鸟是非洲鸵鸟的指明亚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鸟类。这种鸵鸟的体长可达 2.5 米以上，身高可达 2.7 米，体重最重可达300斤。这种鸵鸟分布在撒哈拉沙漠的西部和南部。这个家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脖子，它们的脖子上通常都是光秃的，没有羽毛，颜色一般都是红色或者粉红色的，因此北非鸵鸟也被称为红颈鸵鸟。这个大家伙主要都栖息在荒漠、草原和灌丛地带，因为有发达的气囊和良好的循环系统来调节体温，所以它们能够适应沙漠这种干旱炎热的气候。它们的耐热性非常强，即便在正午时分，周围气温高达56度，它们依然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活动觅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可以长达几个月不喝水，仍可以存活。众所周知，鸵鸟这种大家伙不会飞，它们主要靠2条腿去移动。这个家伙向前迈一步的距离就可以达到 3.5 米。在沙漠中，它们奔跑的速度非常快，持续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以上。再有就是它们的寿命，即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它们的寿命仍可以达到60年。好，第7个，荒漠巨蜥。荒漠巨蜥也叫沙漠巨蜥，它们分布于撒哈拉沙漠的西部，在中亚和南亚也有它们的身影。这种巨蜥是肉食性的，以各种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为食。沙漠巨蜥的体长可达30厘米以上，尾巴可达60厘米以上，整体加起来将近1米。它与大多数蜥蜴类动物一样，属于一种冷血变温动物。由于栖息地的原因，使得这种巨蜥有夏眠的现象，通过夏眠去躲避撒哈拉的高温和食物缺乏的恶劣环境。它们通常也是在夜晚或者清晨这种温度较为凉爽的时间段活动。它们的食性很广，在撒哈拉沙漠主要以一些昆虫、小型哺乳动物以及蛇类和一些腐肉为食，特别是对毒蛇。这种荒漠巨蜥对毒蛇有一种独特的免疫力，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会被毒蛇伤到。对了，还有就是这种蜥蜴的性格相当粗暴，当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很有可能会主动向我们发起攻击，非常危险。好，第6个，撒哈拉猎豹。撒哈拉猎豹也叫西北非洲猎豹，这是一种原产于撒哈拉和撒哈拉地区的猎豹亚种，多数都分布于撒哈拉沙漠的西部。这种猎豹的数量非常稀少，早在2008年，这个物种就被列入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哺乳纲的红色名录中。据动物学家估计，成年的撒哈拉猎豹的数量可能不会超过250只，非常稀缺。由于数量稀少，导致人们对这种猎豹的了解非常少，想要见上它们一面都相当困难。目前为止，人们对这种撒哈拉猎豹的了解甚微，只知道这种猎豹可以忍受极端高温的天气，并且它们可以在没有永久水源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后通过科学家们对这种猎豹的追踪，发现这种猎豹为了捕食猎物，可能要历经非常艰难的长途跋涉，并且还需要忍受撒哈拉沙漠这种极度高温干旱的环境。至于它们究竟靠什么在撒哈拉沙漠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的，至今人们仍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只知道这种猎豹的耐性极强，并且行踪不定，非常神秘。好，第5个，以色列金蝎。以色列金蝎也被称为死亡追猎者或者以色列杀人蝎，它是人类目前已知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蝎子，在世界10大毒王中排名第5。这种蝎子遍及撒哈拉沙漠，在印度的塔尔沙漠和巴基斯坦都有这种蝎子的身影。以色列金蝎的体色多数都为黄褐色，部分也有深褐色以及黑色。这种蝎子通常都活动在干燥的沙漠地区，它们生长缓慢，成年的以色列金蝎体长也就在6厘米左右。这个小家伙虽然体型不大，但毒性极强。它们的外表与我们常见的蝎子无异，尾部都长有毒刺。与普通蝎子不同的是，以色列金蝎的攻击性极强，它们的性情非常凶残，而且在发起攻击的时候都是连贯性的。一旦向我们发起攻击，就是接二连三的刺好几下才肯罢休。一旦被这种蝎子蛰伤，它尾部的毒针所释放出来的毒液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危险。这种蝎子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的神经毒素混合物，致死剂量并不高，但是被它蛰到会非常痛苦。一旦被它蛰到，会让我们感觉到极度疼痛、抽搐、瘫痪，甚至心跳停止或者呼吸衰竭。这种毒素通常并不会杀死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但是如果是老人或者儿童被它蛰到，致死率就会大得多。在撒哈拉沙漠，假如一不小心被这种蝎子蛰到，如果不能及时治疗，死亡的几率会非常大。因为本身撒哈拉沙漠的环境就非常恶劣，一旦被以色列金蝎蛰到，恶劣的环境加上蝎子的毒素，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相当可怕。好，第4个，撒哈拉银蚁。这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最耐热的昆虫之一，在整个地球上，绝大多数动物都难以在温度超过50度的环境下长期生存，但这种撒哈拉银蚁却可以在地面温度超过70度的撒哈拉沙漠中长期生存。它们不仅耐热性极强，而且爬行速度也是世界上已知的12000种蚂蚁中速度最快的一种。好，第3个，撒哈拉角葵。
在整片撒哈拉沙漠，除了携带剧毒的以色列金蝎，最可怕的可能就属撒哈拉角葵了。这种蛇的可怕之处，并不是它的毒液，而是出自这个家伙的阴险程度。撒哈拉角葵的体长并不长，通常也就在50厘米左右。这种蛇的身体呈黄色，在它们的眼睛上方有一对竖立的刺状角鳞，因此很容易辨认。这种蛇一般都隐藏在沙子底下，它们特别喜欢在附近有草丛、树荫或者绿洲附近活动。这种蛇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把身体扮演在沙子里，这时候一旦有哪个倒霉的家伙靠近它们，撒哈拉角葵就会迅速向猎物发起攻击。不过庆幸的是，被这种毒蛇咬到一般并不会致命，但会引起极度的疼痛和烧灼感。如果不及时治疗，有可能会导致截肢的可怕后果。除了撒哈拉角葵，在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种名为巨鳞葵的毒蛇。这种毒蛇可能是葵蛇科中毒性最强的毒蛇，它的体长与撒哈拉角葵差不多，通常也就在50厘米左右，但是体型较粗，毒性极强。一旦被这种巨鳞葵蛇咬到，致死率会相当的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种巨鳞葵蛇是世界上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蛇类，一旦被它咬伤，能够存活的几率非常渺茫，特别是在荒无人烟的荒漠地带，在沙漠里，一旦被这种巨鳞葵蛇咬到，基本上是难逃一死，非常可怕。好，第二个，沙漠鳄鱼。沙漠鳄鱼也叫西非鳄。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在刚开始发现沙漠鳄鱼的时候，人们曾一度认为它们是尼罗鳄的西非亚种，但后经过对沙漠鳄鱼的一系列研究过后，才发现这种鳄鱼是一个独立的物种。与尼罗鳄相比，沙漠鳄鱼的体型较小，身体颜色更浅，并且沙漠鳄鱼要比普通的鳄鱼多了一个技能，那就是它们拥有跳跃和后脚直立的能力。成年的沙漠鳄鱼体长通常也就在2.5米左右。这种鳄鱼已经适应了撒哈拉干旱的沙漠环境，在最干旱的时期，它们会待在洞穴中，处于夏眠的状态。到了下雨的时候，它们才会出来。这种鳄鱼并不像尼罗鳄那样具有攻击性，在当地人们会对这种沙漠鳄鱼非常尊敬，并保护沙漠鳄鱼免受伤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相信，就像水对鳄鱼必不可少一样，鳄鱼对水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沙漠鳄鱼不在这里居住，就代表着水就会永久消失。好，第一个，单峰骆驼。毫无疑问，骆驼这种动物被世界公认为是沙漠之舟。它们性情温顺，不惧风沙，善走沙漠，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可以适应沙漠气候的大型动物。在撒哈拉沙漠，除了我们熟知的双峰骆驼，其实还有一种单峰骆驼。单峰骆驼与双峰骆驼不同，它的背脊上只有一个驼峰。这种骆驼非常适应在干旱的条件下生存。当然，双峰骆驼也具备这些特征，但是分布在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多数都是单峰骆驼。这种骆驼的耐性极强，它们每喝足1次水，便可以维持长达10到15天不用喝水，而且仍可以在炎热干旱的沙漠地区活动。之所以耐性这么强，是因为这种骆驼可以自行控制体内的水分消耗。当体内缺水时，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独特的身体构造控制水分的蒸发。还有就是这种骆驼的体温非常高，它们白天自身的体温通常就可以达到41度，只有在高于这个温度后，单峰骆驼才会开始出汗。独特的身体构造就像是专为沙漠而生。毫无疑问，在气候恶劣的撒哈拉，单峰骆驼无疑是这里最强大的物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岩浆与海水碰面的景象吗？你知道火龙卷的杀伤力有多大吗？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很多非常奇特的自然现象，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极光、月全食以及血月等等这些比较熟知的现象。但是除了这些，地球上其实还有很多种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从深海下的死亡冰柱到高空中的恐怖雷电，这些震撼的景象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眼看到的。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10种最罕见的自然景象，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震撼的景象。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火龙卷。火龙卷也叫火旋风，这是一种由火引起的旋风，通常是由火焰或者燃烧的灰烬组成。这种火龙卷非常可怕，在漩涡的中间，温度最高可达1090度，这些火焰的高度从10米到50米不等，风速超过每小时200公里。这种火龙卷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有时候它甚至可以直接将一棵长达15米或者更高的树木连根拔起，杀伤力非常强悍。这种火旋风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23年的日本。在1923年的9月1号，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7.9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引发了一场城市规模的大火风暴，
进而在日本东京就产生了一场巨大的火旋风，在15分钟内就造成了多达3万多人死亡。之后在巴西、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地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火旋风。后经观察，这种火旋风通常都发生在地震、火山爆发或者森林火灾等等一些大火情况下形成的。形成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在以上那些现象发生的时候，由于这时候的高温热力使空气急剧上升，周围的空气便从四面八方趁虚而入，强烈的热量和涌动的旋风流吸入了大量燃烧的灰烬或者残骸，并与涌入的易燃气体形成符合，从而燃起了盘旋上升的火龙，场面相当震撼。好，第9个，卡塔通博闪电。这种现象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卡塔通博河和马拉开波湖的交汇处，在这里每小时就会发生多达280次的闪电，并且闪电形成的电弧可以达到5000米长，其强度高达40万安培，可视距离远至400千米。在这里一年365天，几乎有140到160个夜晚都会发生这种现象，频率相当的高。每当这种群体雷电发生的时候，时长都会维持16到40分钟不等，场面那将会相当震撼。据专家分析，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安第斯山脉雷云的碰撞所引起的，形成闪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沼泽地中的有机物分解所释放出的甲烷等电离气体堆积在云的上方所形成的闪电，因此闪电通常都是伴随着风暴的出现而出现。好，第8个，球状闪电。球状闪电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滚地雷，这种现象相信很多领导都听说过，但很少有人亲眼看到过。球状闪电通常在雷暴时发生，这是一种真实的物理现象，它十分明亮，形状非常接近圆球形，直径大约在15到40厘米不等。每次出现这种现象，时间通常都会很短，一般在短短几秒内就会消失，不过有时候也有持续1到2分钟的记录。这种闪电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可以随着气流起伏，悬浮在贴近地面的低空中，或者逆风移动。有时候这种闪电甚至会透过窗户进入到室内，非常危险。这种闪电途经之地对人类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们的温度非常高，足以把周围的树木烤焦。最危险的就是这种球状闪电在移动过程中碰到炸物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爆炸，非常危险。更恐怖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仍没有研究出这种闪电的形成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很低，人们想要深入研究的难度较大，所以它才会如此神秘。第7个，荧光海滩。荧光海滩也叫火星潮，这是一种生物发光的现象，多数都是由会发光的浮游生物形成的。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海滩上，一到了晚上，海滩边的水中就会发出蓝色的光，景色非常震撼。然而这种光其实并不是海水发出来的，它们实际上是由水中的一种单细胞藻类或者海草引起的。在海水中有一种被称为夜光藻的单细胞生物，它的身体呈球形，直径为0.2到2.0毫米。这种生物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繁衍的方式类似于藻类，但生活的习性又类似于原生动物，所以夜光藻也被称为夜光虫。这种单细胞生物每当受到刺激时就会发光，每当夜幕降临，船只只要划过浮有夜光藻的水面时，船桨就会翻起火星，船尾同时也会拖着长长的光带，当海浪撞击海岸时也会产生光芒，非常漂亮。但遗憾的是，这种漂亮的生物会给海里的动物带来致命的危害。一旦海滩出现这种蓝色的光，过几天之后，这里的鱼、虾以及贝类就会大量死亡，接着就是腐烂发臭。后来经过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这种夜光藻有毒，而是它们出现的时候太过密集，如果鱼类从中游过，就会被大量的夜光藻粘附于鱼鳃上，阻碍了鱼类呼吸，最终才导致鱼类窒息死亡的。这种发光生物虽然整体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对于海洋来说，它是一种拥有巨大破坏力的生物，这对于海洋动物来说是有威胁的。好，第6个，乳状云。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气象奇观，这种云的外观看上去相当漂亮，但是除了漂亮，貌似还给我们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压迫感。正如它的外表一样，这种云的出现往往都伴随着大型的风暴或者其他极端恶劣的天气。所谓极端恶劣的天气，是指可能包括冰雹、飓风甚至龙卷风在内的这种灾难性天气，非常可怕。后经过专家研究，这种云实际上就是在普通积雨云下方形成的乳状型积雨云。每当下沉气流中温度较冷的空气与上升气流中温度较暖的空气相遇时，就会形成这种乳状云。不过每次这种乳状云的出现时间并不会维持太久，通常只能维持大约15分钟左右就会消失。总之，这种云的出现是非常可怕的。好，第5个，死亡冰柱。这种现象之所以被称为死亡冰柱，是因为这种冰柱的所到之处几乎能够杀死绝大多数的动物，非常可怕。死亡冰柱其实是一种海水结冰的现象，这种现象通常都发生在南极或者北极海里这种极端低温的环境下。
每当海面的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海水开始结冰时，海水里面的盐分会被吸出，也就是盐分从水中分离出来，以结晶的状态出现，这样会导致冰块周围的海水盐度增加。盐度增加后，这些盐度高的海水冰点会很低，密度也会更大，在冰块中周围温度降到普通海水的冰点以下时，仍不会结冰，但又因为密度大的关系不断下沉，从而使下方的海水温度降到冰点以下，从而凝固，也就是结冰。这一过程不断发生，就会形成这种快速向下延伸的冰柱。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有动物靠近正在蔓延的冰柱，就会直接被冻死，相当可怕。第四个，牵牛花云，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气象现象，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次数相当稀少，只有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卡本塔利亚湾的南部是目前人类已知唯一可以定期观测到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这种云会定期出现，每年的9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黎明，如果条件合适，在这段时间里，如果身处卡本塔利亚湾，是有可能亲眼目睹这种震撼的景象的。这种云的高度可达1到2公里，并且它距离地面的高度通常也只有100到200米。云通常以每秒10到20米的速度移动，这种云的出现与乳状云差不多，往往也会伴随着突如其来的狂风。还有就是这种牵牛花云的形成原因，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这种云的稀有性意味着它在降雨或者气候方面的意义并不大，也就是说它出现的情况非常少，对气候影响不太大，所以人们并没有去系统的深入研究这种云的成因。好，第三个，血雨。你见过血红色的雨水吗？2001年7月25日，印度卡拉拉邦的上空突然下起了血红色的雨。这种景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是做梦也不容易梦到，然而在这里却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其实这种现象在很久之前就发生过，在我们国家西汉时期就有记载过血雨的出现。在以前，人们认为这种从天而降的血雨是不祥的征兆。在17世纪以前，人们认为这种雨就是血。之后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风把附近的血红色矿物质尘埃卷入高空，然后随着雨水落下来的。但是在2001年印度卡拉拉邦的血雨整整下了将近2个月，如果是红色矿物质尘埃的话，应该早就被冲洗干净了。所以说以上的那个猜测可能并不正确。之后陆陆续续也有很多学者猜测这种现象都是由一种贴近血红色的尘埃飞在空中，然后与雨点相混合一起落下来的缘故。不过以上那些都只是猜测，并没有得到权威性的认可。至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雨水是由悬浮在空中的红尘或者微生物的存在引起的，替代解释包括太阳黑子和极光。总之最终的结论就是血雨这种现象至今为止仍是个未解之谜。第二个，水龙卷。水龙卷就是我们俗称的龙吸水，许多人都听说过龙吸水，但亲眼看到这种景象的人却寥寥无几。水龙卷其实是一种偶尔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这种龙卷风的上端连接着雷雨云，下端则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内部旋转的风速可以超过每小时200公里，快速的旋转则会形成一种涡旋，受到龙卷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地面的水就会被吸入涡旋的底部，从而变成绕轴心向上的涡流。这种水龙卷其实与陆地上的龙卷风差不多，陆地龙卷风可以将地面的一些物体直接吸进去，水中的龙卷风也可以将水吸进去，其实性质差不多。再有就是水龙卷与陆地龙卷风不同的地方在于，水龙卷的直径往往都没有陆地龙卷风大，但是水龙卷的强度较大，维持的时间也比陆龙卷要长，而且这种现象在海上往往是集群出现，有时候能多达7个一起出现，场面相当震撼。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以上的那些罕见，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每年发生的水龙卷有近1000个，经常出海的人有可能会看到，但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许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机会遇到一次，相当壮观。好，第一个，新岛。这里指的新岛并不是指某一个新岛屿或者一个岛屿的名称，而是由海底火山喷发在海面上形成的岛屿。这种现象往往都是由海底火山喷发向外喷出岩浆，从而形成熔岩层，最终突破水面。当火山的顶部出现在水面上之时，就会形成一个岛屿。然而这种自然现象形成的岛屿并不能称之为岛屿，确切点说应该称之为海山。海山通常都是由突然上升的死火山形成的，在全世界类似于这种海底火山也有2万多座，但是在太平洋就有1半以上。这些海底火山中，有的已经衰老死亡，有的正处在年轻活跃的时期，也有的正在休眠，也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东山再起，重新喷发。这种海底火山通常并不会露出海面，只有极少数会露出海面。像美国的夏威夷岛就是海底火山的功劳，它拥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面现在的居民也达到了10万多人。至今为止，夏威夷岛上还留有5个盾状火山。除了这里，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经过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型岛屿。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